之前查到的小妖踪迹，到这附近就断了。但是我和琳琅早上逛街的时候，恰巧听闻，这里出现过鬼影。我们踏寻人间已经半月有余，其他小妖走失以后都杳无音讯，只有他再度被人发现。仔细找找吧，一定会有新的突破。最近小妖失踪的事情越发严重，整座耶兰山呢，妖形惶惶。我看呀，咱俩得尽快回去组织局面了。待查清楚消息之后便回，不可让小妖失望，不能空手而归。别怕，先看看我们是谁。紫菱山主，雨墨山主，我终于得救了！求你们把我带回山境，我再也不下山了。快起来！伤势无碍吧？为了不让其他小妖受到你此番伤害，我有件事情想要问你。你一定见过此物。我偷溜下山玩，就是被穿着这种衣服的天师捉走的。他把我关在一个黑漆漆的地方，恐怖极了。那你可曾记得，你被关在何处？一开始不知道，后来听其他小妖说，好像是凌霄派。果然还是凌霄派。我就说，唐州的鬼话不能信。凌霄派的人天天折磨我们，割伤我们的身体，放我们的血。有天，我趁他们不备，变作真身爬了出去，没想到误闯进一个地方，亲眼看见被他们叫掌门的人把一只妖扔进了炼丹炉里。凌霄派一向自诩正道，没想到竟干一些杀妖炼丹之事。雨墨，我们山境的小妖从不欺负凡人，我不犯人，人却犯我。现在失踪了这么多小妖，肯定都是被他们捉去了。走吧，我们去把凌霄派给踏平，把孩子们给救回来。不可！凌霄派法力高强，需仔细谋划后再做决定，断不可贸然行事。现在对于我们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保护好他们的安全。山境的小妖不能再受任何欺负。你可记得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我不敢吃，也不敢睡，在墙缝里躲了1个月，才找到机会逃脱魔掌。我本想回山境，可到处都有捉妖师，我害怕极了，只好一直躲着。对不起，我明明看到有好多别的妖也在受折磨，但我没胆子救他们。无需惊怕，你已然做得很好了。你放心，我们2个定会助你安然回去。严丹，严丹，哎，见到严丹了吗？我已经找了很多他常去的地方，都没有找到他。今天一早的时候，驿站的伙计说看到严旦带着丹鼠一起出去了，但是这都这么晚了，他们还没有回来。跟我来。
丹蜀和颜旦曾在这里打斗过，他们人数众多，而且带了捉妖法器。不会是遇见了凌霄派捉蛇妖的那批人吧？颜旦足够机敏，而且他没有妖气，他记忆刚刚恢复，灵力更胜从前。就算遇到他们，他一定会想尽办法逃脱的。会不会是丹蜀？丹蜀发现了什么？这是颜旦在庙会上买的书。颜旦之前有个习惯，把自己未读完的书带在身上，在临危之时，撕下一角，竟是唐字。唐周，唐周？他抓颜旦干什么？他想什么呢？不可能。唐周是重诺之人，就算他想抓颜旦的话，也会只身一人前来。这么多脚印，绝非一人。我明白了，颜旦是想告诉我，凌霄派出手抓他不是偶然，而凌霄派是为了唐周来抓他的。行了，我听明白了。凌霄派欺人太甚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们也别讨论什么了，现在就冲上凌霄派，先把人救回来要紧。我们确实不能再等了，但是凌霄派还是由我一人前往，你们两个先回去吧。凌霄派的捉妖师遍布天下，我怕有什么闪失，山境的小妖还需要你们。师兄，不必来救我。掌门派人捉回了颜旦。他们把他怎么样了？他们发现了颜旦的身份。师兄，你果然早就知道。师兄，你怎么这么傻啊？颜旦虽然是妖，但他毕竟救过我的命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他受死。这就是你们凌霄派的待客之道吗？妖孽入我凌霄派，只配得到这样的下场。小小花妖倒是有些手段，竟能掩饰妖气，欺瞒我全派上下。想必那次降妖堂出事，也是你的手笔吧？不是唐周要找我吗？你们让我过来见唐周，他人呢？已不会再见到他了。你若为人，我尚需费些脑筋；可既然是妖，那就好办了。这捉妖镜阵，如万蚁噬心，能让你的妖灵一寸寸化为齑粉。这是你胆大妄为，引诱凌霄派继任掌门的代价。我虽为妖，可我从未做过一件恶事，也未曾引诱过任何人，跟唐周更没有半点关系。你们凌霄派不分青红皂白便要杀我，难道你们修的是弑杀之道吗？你的妖力的确不俗，难怪敢在我凌霄派大放厥词。不过，到此为止。修士之道，
修的是纯阳、澄净，为何在你的法力当中有如此重的邪术？凡间失踪的小妖，是不是皆被你所抓？堂堂凌霄派的掌门，竟私练邪术，你与你口中的恶妖有何区别？你死到临头还在这大放厥词，妖言惑众，众弟子听令，诛妖！是谁放他出来的？掌门，此事与严丹无关，请不要上他。唐周，你可还记得我凌霄派的立派之旨？当今天下妖邪，惩恶扬善。你自幼修行，从来行事稳重，恪尽职守，乃全派弟子之楷模。而你正是受他所惑，才做出如此荒唐之事。将一只妖带在身边，甚至为了他诓骗师门。你难道忘了你的师父唐江是如何死的吗？他正是相信了妖，那狐妖利用他盗取秘法后，却残忍地杀害了他满门。掌门，人分善恶，妖亦如此。严丹他本性并不坏，不要替他开脱。他利用你，祸害师门，私纵降妖堂小妖，与那狐妖有何区别？难道至亲之人以命换来的教训都不能够警醒你吗？今日此妖必斩！既然你来了，我便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你亲手杀了他，先秦之事既往不咎，你仍然可以继任掌门。若你执迷不悟，不思悔过，他的性命便由我来取。自己选吧。既不开口，便为应许。我来。果然，无论是应渊还是唐周，你都还是会选择责任、道义，而我，永远是那个可以被舍弃、抛下的。这一次，应渊，我不会任由你再伤我。燕丹，我决定不做凌霄派掌门了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万象。为你，寂寞的堂堂，我可以不做神仙。遗忘岁月凉，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。我想问你，你是堂堂的帝君，你走过3界万年，俯仰一世，在你的心里，难道没有任何人、任何情让你心动过，想要让你摆脱这天条的束缚吗？无论是在延续天宫，还是在地衙茅屋，无论何时、何地、何情，你有没有过片刻的动心？
我已心绪苍生，再容不下旁人，一剑不悔，日后亦是永诀。唐天师，我早就说过，既然做不到，就不要轻易许诺。去到人间尽修好时候，淡淡再开人厮守。本以为这个法环能约束我，原来情难自控之时，他已无计可施。我说过，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我的心意都不会变。掌门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让你们伤害他。杭州，你一错再错，难道要欺师灭祖吗？我是师父捡回来的孤儿，自幼长在凌霄派，未有一日敢忘师门之恩。今日情非得已，有违师训，自知愧对师门，我愿散尽修为，自逐出门。还请掌门，念在往日情谊，让我带严胆离开。修为乃万术之本，你为了他，你当真要做到这一步吗？唐周，你疯了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别担心，只是今后我没法再欺负你了。逆徒，真是逆徒！当年唐江真是白捡了你，我也白看住了你这么多年。一身修为，师门所授，已尽数散去。凌霄派再无弟子唐周。你可以走，但我可没答应你带他走。我凌霄派绝不放过任何妖孽。我带你走。你们是我的同门，即便我修为还在，我也不会对你们出手。想杀我的，尽管过来。但是今日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带走他。住手！
们大家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们之中谁未曾受过唐周师兄的照顾？唐周师兄对我们而言，就像亲兄弟一样。你们难道真的忍心看他死吗？云墨，人我先带走了，贵派行事不正，他日定再来拜会。伤势已无大碍了。你仙衣都快溢出来了，为何不早说？为了救我，连修为都不要了。如今修为尽失，身体如此虚弱，你以后会后悔的。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你不必有负担。我之前送你的花瓣，你赶紧服下吧，那个可以止痛。怎么了？还是那花瓣，你之前已经用过了。那花瓣是你留给我的最后一件东西了。你看，我已经没什么事了，都已经无大碍了。这里距凌霄派很近，你们快走吧。你够了啊！救完人还要演苦肉计，明知道严旦是如此义气之人，不会转身离开的，你还这么说？谢了。可是如今你的仙衣已经破损，还敢散掉修为，你的小命可没从前硬实了。花瓣还是省着用吧。于墨，刚才你说贵派行事不正，是何意？凌霄派杀妖炼丹，有妖亲眼见证。不可能！我虽曾用炼丹去吓唬小妖，但凌霄派是名门正派，绝不会修炼此术。就算是朝夕相处之人，也有不为人知一面。方才苍红对我出手的时候，我便察觉他的法力有问题，绝非正道修行而来。我被关在降妖堂的时候，曾将一片施了破云诀的花瓣留给丹叔。我们到时可以以此破开降妖堂大门的法阵，丹叔如今还在其中。我们稍作休息以后，速速回到凌霄派救人。我正有此意。好，一起去。我虽然已经不是凌霄派的人了，但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师门名声受损。开门的阵法换了，
以为有人会来救你吗？他们进不来的。那小花妖走了以后，一定放心不下你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死了，这一切证据便湮灭无形了。降妖堂的法阵10几年来未曾更换过，若是防你们救人，换与不换并没有什么差别。他要针对之人，是我。若苍红心中没鬼的话，他又何必多此一举？还好你给了丹蜀花瓣，不然这法阵该如何破呢？这夜兰山的靠山，靠得还挺熟练嘛。丹蜀，我们走。丹蜀，还好他只是晕了，没有伤到妖灵。掌门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逆途去而复返，是想明白了，想重回山门吗？看在你主动带回2只炼丹的好材料，我倒是可以考虑。杀妖炼丹，吞噬妖元，乃是邪术，但也是修仙炼道的最快法门，不是吗？妖在人间，为非作歹，本就该死。若是能助我增长功力，也算是死得其所。只要有源源不断的妖元，假以时日，我定能成为凌霄派飞升天界的第1人。原来凌霄派上下都只是你收集妖元的工具，你就不怕我将你做的事都昭告天下？到底是师徒啊！这句话唐江也说过。不过很快，你就会和他一样，再也无法开口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我师父发现了你的恶行，你便将那残忍的杀害嫁祸给了妖，对吗？是又如何？当初事发突然，我不得不这么做，也算是天助我也。让我能借此将你培养成我最得意的作品。你越是憎恨妖，便越能为我出力。说起来，这些年来，多亏了你。唐江对妖最是心慈手软。要是看到你这些年对妖赶尽杀绝的样子，定会是失望懊悔吧。这不可能是真的，绝对不可能！就你这样的人，还想飞升？别做梦了！当你踏上9重天的第1步，便会被送上天刑台，灰飞烟灭都不足以治你的罪。3界之内，江州为尊，区区小妖也敢妄议天界？强者，你又对天界有多少了解呢？就凭你的法门，也不会有机会了解了。你现在主动承认，绝不是因为突然良心发现吧？聪明至此，都让我有些不忍心杀你了。
不好，他刚刚都是在等妖力吸收。从你们踏进这里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不会活着出去。真没想到，这丹药的力量还挺强。你现在知道欺负妖的后果了吧？要不是顾及被关着的小妖，早把你这凌霄派给拆了。你现在的修为比白天强出数倍，就算吃了妖元，你的实力也不该如此。恐怕这份力量不完全来自于你本身吧？银丹，丹属先交给你了。好。在那边，妖孽在那边，追，快！唐周，你叛离师门还敢回来？你解了镇妖链，如此只为化去他的妖力。掌门，掌门身上怎会有这么多妖气？他之前一直利用你们杀妖炼丹，吞噬妖元。见阴谋败露之后，他不惜吞下数百妖元，一直妖气纵横。唯有以此链锁住，否则数百里外生灵涂炭。唐周，你为何给我下毒？该抓的人是唐周，他与妖勾结，妄图偷袭我派，被我发现，这才下毒诬陷。他知我平生最恨妖邪，故意用妖毒羞辱于我，何其歹毒啊！昔日你曾教导我们，降妖堂是教化恶妖之所，杀妖制服理所应当。降妖堂就在那边，你们可以进去看看，看看那些妖力微末的小妖，他们所受之伤，便知道谁在说谎了。不要再妖言惑众！
如果我真的杀妖炼丹，那降妖堂里必有痕迹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进去一探便知啊！苍红，你以为你把炼丹炉炸了就能毁灭所有的证据吗？就算你机关算尽，但你忘了，你是用火灵炼丹，哪怕只剩一点火星，它也会飘向自己的主人。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苍红，愧对凌霄派先祖，愧对唐江，都是我一时鬼迷心窍。唐周，看在这些年我对你的养育之恩，不要杀我！小心！十年辛苦毁于一旦，唐周，我要杀了你！苍红杀妖无数，却死在降妖堂前，真是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。掌门死了，镇妖链断了，凌霄派完了。唐周，唐周。